民主，民主，人民做主。民主的问题要交给更大的民主，要用一张张的选票百炼成钢，打掉杂质来深化台湾民主。有人说，民主就是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与共识的政体，但柏拉图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当年的雅典就是用一张张的选票打掉那一个叫做苏格拉底的杂质，打掉杂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 Republic 中，预言了民主还真的只能开倒车。举个例子 ，Republic of China， 简称 ROC， 孙逸仙在1912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推翻了满清的暴政，但在1914年被共匪打得满地找牙的同时，把99%的国土给弄丢了。跟着一起弄丢的是99%的三民主义，在谨慎的台湾开始搞他的党国主义，在高压的统治之下，最后99%的民心都给弄丢了。228野百合美丽岛随之而来，正是在这个时代 ，P 的意志诞生了。自此之后 ，KMT 正式成为 DPP 的政治提款机。大意了啊，没有闪。讲民主，那就把蒋介石拖出来鞭尸；讲爱台湾，国民党就是卖台的中共同路人。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居然还后知后觉，拿出一个非常可笑的幼稚园骂战当作策略。我不是独裁者，赖清德才是独裁者。我不是中共同路人，沈伯洋才是中共同路人。社会陷入更深的撕裂与仇恨当中。在2000年前，雅典就证明了我们手中的选票并不神圣，人民和民主最后都会被恐惧所腐化，而这台开往地狱的列车已经到了最后一站，叫 Tyranny。当我们要聊民粹正题之前，我想要先跟你们讲讲这群报名的群体本质。群体不是说今天只要我去手摇店排个队，或者是逛逛饶河夜市，我就变成群体了，而是受到某种叙事的启发，在心里产生了某种信念，心灵集体变异的精神群体。这种群体是由人民、领袖、信念所构成的。失去信念的 KMT 等于自断经脉。以三民主义起家，靠着阶级垄断续命的国民党党国体制，最终会走向倒台，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着这群因信念而行动的群体。这种群体动员靠的从来都不是普发1万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中》就提到，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支柱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会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但是 KMT 的败局并非单纯输在执政能力或是几张选票，论腐败他们算是伯仲之间。你不是见到了吗？论无能他们也是平分秋色，难分轩轾，垃圾不分男女。那为什么民进党就可以主宰民主政体，而国民党不行呢？因为民进党在一次又一次的社运之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办报社和地下电台起家的民进党非常清楚新媒体的力量。KMT 还在用寡头的脑袋去想办法说服那些死老百姓。社会的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诊断出的群体中的个人，也就是这些死老百姓，会有下列3种症状，也许就可以解释这一切。首先就是去个体化，因为群体知道自己人多势众，而且有恃无恐，再加上民主国家一直都有法不责众的潜规则，这也就导致一旦个人进入到了群体，便会失去了自我意识与责任感，变得像匿名者一样行动，进而释放他们的天性。举个例子，平常你再堵拦你的同事，你也不会帮他设个灵堂去恶心他，那是因为你是用个人的身份在这间公司。但如果你戴上信念的面具，你就能够毫不犹豫地把素未谋面的女士做成 BBQ， 而且你不会有任何的罪恶感，毕竟她笑了，你也笑了，法不责众嘛。如果你觉得你被冒犯了，你很生气，那你一定要小心了。How dare you！因为勒庞总结出来的第2点就是群体中的个人极度容易受到情绪的传染。之所以中世纪会有猎巫行动，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恐惧在人群中快速的扩散。
这种情绪扩散又出现在演唱会的大合唱，又或是教会的集体圣灵充满，他们甚至不需要待在同一个地方，隔着手机看到国会扩权就是国民党配合中共卖台，青鸟就会气扑扑的一起飞出来。说到青鸟，这就要说到群体中个人的第三个症状，那就是对暗示性与洗脑没有抵抗力。因为群众不信服逻辑推理，他们崇尚简化，所以领袖不得不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概念。例如说，我们可以忽略 ROC 与 PROC 之间百年的盘根错节与爱恨纠葛，断定共匪的统一必然势不可挡。就像抗中保台里面就藏着共匪灭台的前提。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必要在关税帝君的时代无脑的冲锋亚洲的民主灯塔？我不知道，但只要 DPP 能够重复个1万次抗中保台的口号，中共灭台的威胁就会变得形象无比。接着你只要让演算法把恐惧无限的放大，让警觉感以迷因的速度传播，甚至被社群媒体每日热搜、每周趋势和推荐系统自动强化，你不需要亲身经历，你滑手机就能集体的感染焦虑，不断放大飞弹绕台、中共渗透国有器官之类的高度危机画面，搭配耸动的标题“抗中保台”，似乎就变成了一种值得相信的信念了。群体认同是一个品牌培养用户深度粘着的关键，只要把这个信念符号化、标签化，用户就会自己贴上这个标签来寻求群体的认同。例如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叫做青鸟，他们以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为骄傲，代表着理想主义驱动的正义使者，被誉为守护台湾的岛屿勇士。而民众党的支持者叫做小草，他们以科学、理性、务实的阿伯作为骄傲，是中产青年自我期许的象征。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叫做老蓝男。从韩国瑜开始用膝盖走路被罢免掉之后，曾经的韩粉都被贴上了弱智的标签。总之 ，DPP 是精通情绪勒索的宗教直销员，而 KMT 是会计系毕业的传销废物。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台湾无法避免的走入了暴民政体，难道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吗？波利比乌斯为了跳脱历史的循环，特别为罗马设计了三权分立，企图用权力制衡的方式来压制独裁者。但独裁者之所以会是独裁者，就是因为他们目空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台湾的语境之下 ，DPP 高明地打造了一套我们 vs 他们的叙事框架，例如国家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机，来唤起群众的焦虑与爱国情绪，把自身塑造成守护台湾的唯一正统。透过这种叙事，任何反对 DPP 的人都会被这个框架定义为中共同路人。KMT 正中下怀，陷入了这个框架，处处于被动却不知澄清的本身，已深化了对手的设定联想。结果 DPP 每推出一起惊心动魄的政治连续剧，此时此刻的国民党身为在野的监督力量，为了争取这普发1万现金，可以对民进党的政策让步这种鬼话，民进党在去年就预告了这场大罢免时代，一直到发生了 KMT 才急急忙忙的说要罢免回去，结果就是罢团领袖被连根拔起。哇靠，31-0真的有够废。如果国民党想要背水一战，或许得反其道而行，学着制造亡国感来刺激选民。所以，来卡这个等位，让肥户在线上为您重新设计 KMT 这个老字号的品牌。既然 KMT 缺的是核心价值与叙事主体，那么你们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把中华民国这个金字招牌拿出来重新擦亮，让华国再次伟大。第二步就是制造台独精神必将导致中华民国灭亡的叙事主体，搬上你们的故事线。
说邪恶的独裁者赖清德就是要挑起战争，把中华民国铲平，在战乱时期颁布他的戒严，建立台湾共和国，简称台共。而这一切的代价就是2300万人的命啊！接着，在所有的公开场合，还有演说、海报、短片，第一句就一定要喊：这些台共就是中华民国终结者。直接把灭亡2个字丢到大家的视野里面。如果民进党做球给你打，你就千万不能漏接。如果我们的卓院长不愿意给你钱的话，你就去告他违宪。如果大法官说我们的钱不见了，你就可以说中华民国的宪法又再次被这些台独分子给杀了。总之，不管对方打什么球，你就给他扣上杀死中华民国的帽子。接下来就是不断的附送这些焦虑。举个例子，民宅屋顶被丹纳斯台风吹掀，64岁的黄姓男子跟他89岁的妈妈爬上屋顶修缮，意外身亡。3缺了，缺人、缺电、缺工了，国军都无。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川普眼睁睁看着共匪包围台湾，对着赖清德说：“你要投降啊！”因为 You don't have the card。医疗量能严重不足，街上到处都是倒在地上的病人。总之，把握每次民进党犯错的机会，把这些错误洗成故意而为之。民进党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让选民在5秒内就能联想到投给民进党最糟糕的情况。第3招就是，当你的叙事主体已经确立之后，你就要找一大堆网红，每天在网路上大喊着“台独死路一条，中华才有未来”。今天我不管是谁攻击过我啊，重点是中华民国的占领绝对不能在你我手上发生。你个就是讲你咧大把面哦，你是咧决定你家己甲规家伙仔的性命啊！莫等到中华民国已经倒咧涂骹未喘气，才后悔家己无听你别人的警告啊！反正社会都已经那么撕裂了，为何不就好好利用群众的愤怒与恐惧呢？民主之所以会堕落成民粹，与其怪独裁者操弄舆论，不如怪没有人想承担这个国家未来的责任。愤怒又恐惧的群体总把理想与偏执赋予在这张神圣的选票，在投票的瞬间，所有的责任都丢给领袖的这种安全感。投完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回到他们所编织的无限阅读里面，却没有人想要建立自我修正机制。赫拉利在连结中就有说过，系统的韧性是取决于它是否能迅速的承认错误并做出调整。天主教不肯承认教义的偏差，最后被思想启蒙给干掉了。黑胶唱片不愿意调整商业模式，最后被数位串流给干掉了。中华民国若不立刻启动自我修正机制，必将在民粹的潮流中被干掉。抽象思考，废话输出，这里是抽查委员会，我是肥户，我们下次见。